大家好，我是 Tony。今天的 Tony 开讲，我要继续讨论平溪古道入口停车场的问题。平溪古道是淡南古道中路热门的健行路线，长期以来，位于古道入口的雾山62号民宅提供门前的空地，让游客停车，并收取停车费。不过去年雾山62号屋主被人检举违法向游客收取停车费，因此遭到政府开罚，所以屋主关闭停车场，不再提供游客停车，同时也不再提供厕所供游客使用。我在今年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在6月拍了一支影片，讨论平溪古道入口停车场的问题，希望新北市政府能够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暑假即将来临，会有更多游客前来这里。平溪古道入口没有停车场及公厕，会对游客造成困扰。这支影片公开1个多月之后，暑假也过了一半了，事情有没有解决呢？没有。所以我今天在拍这支影片，继续追踪报道这件事情的后续发展，希望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案。首先，我要对这次的检举事件做一下平衡报道，因为我上一支影片发表之后，有人留言批评我不清楚检举的内容，以致造成许多人对检举人的误解。就是有民众开车来平溪古道，那到了路口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地方要收费停车100块不合理。那后来他就回去查了一下，发现62号民宅设的停车场有一小部分侵占到了国有的河川地，所以后来他就提出检举。虽然我不知道检举人是谁，具体的检举内容是什么，不过根据观众的留言，我可以归纳出可能的事实如下：第一，检举人并不是因为不愿意付100元停车费而检举地主违法。第二，这位检举人应该不是像我这样的一日游，而是来此地露营过夜的游客。当日停车就是付100元的停车费，而根据观众留言，乌山62号屋主会向露营客收取新台币500元的停车费。因为我没有来过这边露营，所以我不知道在这边露营停车的收费事实。第三，因为露营客认为露营停车费500元不合理，所以他选择将车子停在雾山62号民宅外的产业道路旁，然后才进入平溪古道的西边露营。但雾山62号地主仍然要求露营客缴交停车费，因此造成露营客的不满。于是透过求证，确认他停车的地方是政府的土地，并非私人土地，因此向政府部门检举雾山62号地主违法收费，因此地主遭到开罚，停车场也因此关闭。我认为检举人的初衷应该是很单纯，希望能够杜绝地主在非私人土地上向游客收取停车费。他当然没有想到检举的结果会凸显出这个地方事实上是不能设立停车场的，这是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也造成了目前平溪古道入口没有停车场供游客使用的问题。至于游客停车在非私人土地，乌山62号地主为何也向游客收取停车费呢？我不是当事人，我无法代答，我做任何揣测也没有意义。不过大家可以用人情世故去想象一下可能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正题，继续讨论平溪古道停车场问题的后续发展。其实检举事件发生之后，双溪区公所及政府相关部门有来现场勘察过场地，政府部门不是没有努力，但是就是没有任何的进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困难，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解决的方法，所以我才又拍了这支影片来提出我的看法与建议。平溪古道入口停车场的问题，可以再区分为停车场及厕所的问题。停车场及厕所原本都是地主所提供的，
当不能设置停车场的时候，当然屋主就不愿意再提供厕所给游客使用了。而停车及公厕的问题，我认为公厕的问题比较急迫，而且需要优先解决。乌山62号的阿嬷有提到，有建议政府要在这里设立公共厕所，区公所的人员也来勘察过，不过最终没有下文。为什么呢？阿嬷没有说明具体的原因，而我推测可能的原因是这里属于翡翠水库的上游集水区，管辖权不在地方政府，而是经济部水利署台北水源特定区管理局，所以在这里新建公共厕所并不是区公所可以做的决定。举个实例来说明，附近的虎豹潭重新开放之后，就新建了一座非常完善的环保公厕，这不是新北市政府新建的，而是经济部水利署台北水源特定区管理局新建的。这也说明了水库集水区并不是不能新建公共厕所，就看有管辖权的政府部门愿不愿意新建而已。虎豹潭的游客难道会比平溪古道多吗？我不认为。但为什么可以新设一座完善的公厕呢？我认为是因为2021年发生虎豹潭事件，死了6名游客，引起社会重视。当时经济部水利署、新北市政府备受指责，所以虎豹潭封闭整修，大幅改善公共设施，然后重新开放。可见水源区并不是不能设置公共厕所，事在人为而已。如果经济部水利署对于平溪古道路口是否设置公共厕所仍在观望审慎考虑中，那么我建议新北市政府可以先设置简易的流动厕所，例如淡南古道中路的中坑古道就有设置流动厕所，这样就可以暂时解决问题，就看地方政府做不做而已。平溪古道停车场的问题，则问题较为复杂，因为这不只牵涉到地方的权责，也牵涉到中央的权责，不只牵涉到农业法的规范，也牵涉到水土保持法的规范，所以这个问题真的不好解决。所以世人想要设立停车场，可能是关关难过，关关不过，所以地主干脆就放弃申请停车场，就不让游客停车了。这样的结果当然造成游客的不便，尤其是平溪产业道路狭窄，不好会车，路旁也不好停车，假日时车道阻塞，车子连回转都不容易。于是就有游客直接将车子开进乌山62号私人土地的广场，以便顺利回转车子，而这又引起地主的困扰。甚至有游客不满地指责阿嬷，你家门前空地既然闲置在那边，你就免费让大家停车，做功德，做善事。也有游客尝试说服阿嬷，我付你钱，你让我停车，你就对别人说，我是你的亲友访客，所以停车在这里。阿嬷觉得也很麻烦，所以不同意。阿嬷说，她甚至考虑要做固定的栅栏，不让游客的车子闯入乌山62号的土地。平溪古道路口停车场的问题，目前看来仍然无解，短期之内也会造成游客的困扰。不过就长期而言，我认为这也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平溪产业道路相当狭窄，本来就不太适合有太多车子造访，而且假日车多时，乌山62号私人土地的停车场根本不敷使用，所以自然会产生外溢的现象。屋主会想办法扩大停车场的范围，以满足游客的停车需求，所以停车场就不知不觉地超出私人土地的范围。也因为如此，而最终导致发生检举事件。而事实上，平溪古道路口没有停车场，对许多健行者来说，并不构成问题，因为他们是搭乘小巴士或共乘计程车来到乌山62号，虽然小巴士班次极少，又不能直接抵达乌山62号，然而双溪火车站的计程车相当多，共乘分摊的车资也还算合理，所以共乘计程车前来就不必担心平溪古道停车的问题，
而且可以一路走到宜兰头城的外澳车站，然后搭火车离去。平溪古道算是交通接驳非常便利的一条淡南古道纵走路线，所以对一些健行者来说，平溪古道有没有设置停车场，其实并不是问题。不过缓急之需，人皆有之，古道路口设置公共厕所，真的是必要的设施。乌山62号私人土地因为被人检举，不能设置停车场，住在这里的阿公阿嬷少了收入，而农产品的销售也因此减少。阿嬷说有考虑要设立固定的栅栏，让游客的车子没办法进入乌山62号的私人土地。我个人是不太赞成这样的做法，因为这样只会让问题越结越深，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我个人的看法与建议是，当国家的法令或政府部门无法适时回应人民的需求及提供解决方法时，我们只能依赖社会人心彼此之间的善意与谅解。我就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有一间寺庙因为名气渐响，所以来造访的游客越来越多，就造成附近巷道容易塞车，而且停车非常的困难。于是庙方协调附近休耕废耕的农地，让地主铺上土石，让游客来停车。那由于农地不能设置停车场，所以这个停车场也不向游客收费，而是在路口设置了欢喜随缘箱，请游客投入100元结缘。那游客如果不投入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不是营业的停车场。这样的做法可以避免违法，虽然有点取巧，但是如果不这么做，当地的居民可能要忍受巷道塞车、停车乱象而叫苦连天了，反而损及更大的社会集体利益。这就是我对乌山62号阿嬷的建议，您可以采取类似的做法。我在这边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一定不会完全只是在做功德、做善事。因为如果我去造访平溪古道，停车在你家门口的话，我一定会投入100元，或者我也会向你购买农产品，以感谢您慷慨地提供私人土地让游客停车。而德不孤必有邻，我相信很多人也都会这么做。这样的结果一定比您目前的做法造成两败俱伤还来得更好。乌山62号的阿公阿嬷应该是不会收看 YouTube 频道，不过或许阿公阿嬷的儿子有机会看到这支影片，或者知情的山友路过乌山62号时，可以帮我转达这个建议给阿公阿嬷。以上就是我对平溪古道停车场及公车问题的建议与看法，希望这件事情能够有圆满的结果。我今天的Tony开讲就在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